是徐乐 Tuber 鲁罗罗。最后一个还没有复刻过的到期初级角色萧公，终于要在 2.8 下半卡池登场了。搭配密集的海岛版本活动，等到 2.8 版本结束后，我们也将要迎接全新的 3.0 须弥了。而洛洛这边也会就目前 2.8 版本的情况，提供给一些还在犹豫要不要抽取萧公的肉肉们一些建议，同时整理相关的复刻 Q&A 问题。也因为萧公这次是复刻，如果对于一些萧公的角色定位和一些初步的组队概念、操作手法不了解的话，可以再回去查看先前的萧公角色全分析影片哦。那影片开始前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，记得先订阅一下哦。由于一直都还是会持续有萌新入坑原神这款游戏，因此洛洛也有看到很多新手会询问，如果没有火 C 的话，需要抽萧公吗？这类的问题。其实目前洛洛会觉得，由于原神目前已经到 2.8 版本了，现今已经累积了几十位的角色，还有3个国家的地图可以直接探索，有没有火 C 在现在已经不是那么重要，反而是你有没有火元素角色才是重点。因为在最开始玩原神的时候，只有开放蒙德区域，并且在其他元素中，水与火可以说是所有元素反应的重点，而初期也没有什么水 C， 所以以当时常驻持有的迪卢克或是刚开服就加倍的可莉，可以说是很推荐用来开荒打高难度副本的5星输出角色，并且也因为火元素是大多数元素反应的核心，所以用来应付大部分敌人也都很实用。同时在元素反应的倍率上又具备高伤害，因此火 C 在最开始为数不多的角色池中是很推荐的选择。然而在目前已经有非常多角色都可以选择的情况下，有没有火 C 已经不再是重点。原神现今已经有非常多元素输出的角色都很适合用来开荒，或是应付高难度敌人或副本。即便像近期才加倍过的4星角色鹿野苑平藏，也是很适合新手用来开荒的 C 位角色。反而是新手应该要适时培养能够具备对应破盾功能的元素角色，而不要只固定练某1-2个元素的角色，并且也要熟悉元素反应的相关机制。很多战斗方式不用火 C 也能打出高伤害，像是涌动、感电、扩散、超导等等。前面有抽万叶若已经练成型，怪物身上有附着一点点火元素就可以打出很不错的伤害，也不需要有火 C 就能达成。但若是遇到要火元素破盾，或是佐以火元素打元素反应的同时，就要灵活运用元素反应机制来放入适合的火元素角色。所以就算没有火 C， 也还有香菱、燕飞、班尼特、安博等其他火元素角色。所以要不要抽萧公，已经跟你需不需要火 C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了。因为即便像是一个没有特定作为主 C 角色的国家队，也是依靠各个角色元素反应的搭配来进行输出，主要是看你喜不喜欢萧公的输出方式、角色性格或是其他考量点。像是 3.0 的须弥版本即将登场，7大元素中最后一个神秘的草元素就要揭开面纱，影响着新元素反应机制的角色也是挺重要的。主 C 不像辅助角比较有必抽的人权压力，因此主要是看自己喜不喜欢、需不需要就好。再来就是有些新手问萧公和其他火 C 的差别在哪里，这边主要以限定的火元素5星角色来做列举。除了萧公以外，另外有胡桃、可莉。首先萧公主要是以远程加单体普攻为主，胡桃为近战加重击伤害为主，可莉为短距离加重击伤害为主。而若是要从操作手感上来排名，从最简单到需要技术的程度，则会是萧公大于胡桃大于可莉。萧公是最无脑的，只要有1就开，然后 A， 下场前开大就好。而胡桃和可莉由于需要一些操作技巧，同时会需要控制耐力的运用，因此如果是手机玩家，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快速上手。而从面对单体和群体敌人的情况下，其实3名角色都可以对单，但因为萧公具备超长射程，所以萧公在对单的同时，几乎可以很无脑的一直普攻即可。即便是在高塔上的丘丘人，或是喜欢乱飞的雷音权限或漂浮密林，都躲不过萧公的射程范围。而对群方面，萧公就很明显会是最后1名了。假如面对群体敌人，萧公只能一个一个慢慢清，而胡桃开大可以大范围一次带走，而可莉则是因为手比较短的关系，可能在对群方面稍微比萧公好一点。最后如果是从升级螺旋的使用率来看，则是胡桃大于萧公大于可莉。萧公的命座每个都是稳定提升，并没有哪个命座会明显影响到输出的机制等等。不过从萧公的输出模式主要以1技能加普攻为主的话，提升效果比较明显的命座会是2或3命，最后就是满命。若是要了解各个命座的详细介绍，可以再回去查看最开始的萧公角色全分析影片哦。
这个问题也是在最开始的萧公角色全分析影片里面就有说了，不过因为还是很多人问，所以洛洛只好放进来。总之，没有飞雷之闲置，就无脑选满金封藏。其次，破魔之弓没有被提到的武器就是没那么推荐。你如果真的一把提到的武器都没有，那也只能有什么就用什么。在神里灵人推出的期间中，也新增了新的圣衣物套装来星余响。虽然这套圣衣物主要是设计给灵人穿的，不过因为4件套效果和普通攻击有所关系，所以也会有人拿来给萧公穿。这2个圣衣物套装都可以给萧公穿戴。在伤害上，余响套的输出上限更高，下限更低。若是要触发到最大效果，会需要依靠几率，因此输出伤害较不稳定。但是就没有追忆套扣除大招能量的副作用。萧公想随时开大招就可以开大招，而追忆套可以让萧公平均每次伤害更稳定。虽然4件套在释放1技能后会扣除15点大招能量，但萧公其实也没有很依赖大招，因此这个副作用对萧公来说影响并不大。以洛洛自己个人的评价来说，还是会比较推荐让萧公穿追忆4件套。首先，在灵人还没出来前，追忆套就是为萧公而设计，说是专属圣衣物套装也不为过。想要追求更高，但是要靠几率的输出上限，就可以穿余响套。萧公要不要将十字沙从攻击沙换成精通沙呢？这个和胡桃要不要从生命沙换成精通沙是一样的思路。假如你的萧公在组队上都会时时刻刻绑定水元素工具人进行输出，都会打蒸发反应，那好的精通沙会让你的萧公比起攻击沙的输出伤害再高个5到10%。但假如站在泛用性的角度，攻击沙就是首选。无论你有没有搭水元素工具人，萧公都能打出稳定的数字，而且也要看你的十字沙附属性有没有够好的词条，才会考虑是不是要替换掉原本的十字沙。萧公的毕业面板，假如是拿弓藏，会建议攻击力至少2200以上，暴击率70%以上，暴击伤害150%以上。假如拿专武飞雷之贤阵，会建议攻击力至少2200以上，暴击率70%以上，暴击伤害200%以上。若是要查看顶级面板的萧公，也可以看近期的大佬来开秀满意萧公的表演哦。也为后续夜兰的推出，让行秋在挂水副 C 的队伍配置上得到解放空间。这边也再补充一下关于夜兰和行秋的不同，两者皆可以提供后台挂水伤害，而夜兰主要可以提供15秒的渐进增伤，行秋则是提供近身抗打断。2个角色都很适合搭配萧公做系统输出。以输出的流畅度和手感的体验度的话，如果前面有抽夜兰，这时再搭配萧公输出，应该会觉得有种起飞的感觉，而行秋也不会太差。若是在没有钟离这类护盾角保护萧公的情况下，此时行秋就会优于夜兰作为兼具保护萧公的选择。但也有人会问，那可以把行秋和夜兰2个一起和萧公搭配吗？其实萧公的火并不需要太多的水，所以只要搭配一个水元素工具人即可。除非只是单纯的想要靠夜兰的增伤来提升萧公的伤害数字，那也不是不行，只是萧公的蒸发覆盖率并不算高，因此水元素工具人的适用面板也要拉高一点。所以若是在只放一个水元素工具人的队伍中，剩下的空间可以放云锦之类的增伤角，或是凑双火共鸣的角色，像是提供护盾的托马或是增伤回血的班尼特。而也因为萧公的蒸发覆盖率不算高，假如你只有1名水元素工具人的情况下，想要让水元素工具人去别队打工，萧公也可以是萧公加云锦加钟离加班尼特的双炎双火阵容，也算是一个具备稳定伤害的队伍。至于还有其他萧公搭配万叶，或是萧公的双火双雷阵容，洛洛有在先前的影片中提到过，并且也有输出手法的教学，有需要了解的也可以再回去查看该影片9分58秒的地方。萧公的最佳配对会建议是萧公加行秋或夜兰加钟离加班尼特，因为萧公是容易受到击飞的角色，同时若是在输出过程中被攻击，会影响到萧公要打出第5段最高伤害的普攻，因此提供最坚硬护盾的钟离是保护萧公的最佳首选。同时钟离护盾又可以让敌人全元素解抗，变相让萧公增伤，算是比起水元素工具人之外最为绑定萧公的角色。然而若是没有钟离的话，还可以替换哪些角色呢？若是从提供抗打断与保护的角度来思考的话，可以将钟离替换成北斗，并组成萧公加行秋加北斗加班尼特的组成。若是只有行秋，可能还没有办法让萧公有完整的保护，但是若是加上北斗护盾之后的武装，就可以让萧公在具备保护的同时，还可以打出蒸发、感电、超载等3种元素反应。由于萧公的优势在于对单，因此如果在应付一些群体敌人时，又该怎么组队比较好呢？
这时候洛洛就会建议你可能要看情况，再放一个可以打群体的输出位，打双 C 阵容，例如萧公加胡桃加钟离加万叶或叶兰或行秋这样的双火 C 阵容。对单可以交给萧公，下场前开大切给胡桃，或是战斗过程需要对群可以交给胡桃，等到胡桃冷却期间可以再切萧公，这样灵活的去调整自己的队伍阵容，甚至是萧公加灵人加钟离加班尼特的水火双 C 队，灵人可以提供挂水的同时，还可以增加普攻伤害，同时也可以补足萧公不能对群的弱点。这一对洛洛也有在灵人的角色全分析影片中15分27秒的地方有详细解说，有兴趣的也可以点击上方资讯卡回去查看哦。以上就是萧公的实体复刻 Q&A， 提供给有需要培养萧公的肉肉们，希望大家更加了解这名角色。或是身边还有人不懂怎么玩萧公，也可以将影片直接贴给他看哦。如果还有想了解其他角色，洛洛也已经制作过相当多的全分析影片，大家也可以善用关键字加洛洛的搜寻方式查找相关内容。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洛洛都一回复。制作攻略不容易，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，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宠乐帮会员，或是点击超级感谢赞助洛洛一杯新奶茶。如果觉得这影片有帮助到你，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。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原神，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。我是学的 YouTuber 陆洛洛，我们下次见喽。